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明的右脑。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鲁迅的《药》。简单来说，这是一个把人血馒头错当治病的良药，把乌鸦错当显灵的儿子，把革命志士错当该斩首的犯人，把欺压迫害错当生命常态的一个徒劳无功的故事。我们刚开工就要开始吃饭了吗？好吧。这是什么？闻起来有血的味道。这是人血馒头。不，这并不是一部恐怖电影，也不是一部惊悚片。然而，在《药》这篇文章里，我们却可以看到和恐怖片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现实。这里不仅有暴力，有杀戮，有流血，更有精神上的屠杀。像二战时期被纳粹分子关入毒气室的犹太人，被无声无息却又无孔不入的化学毒气笼罩，每个人都无处可逃。说到无处可逃，我们不妨看看这一段出现在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中的文字。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是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药是收录在《呐喊》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说。留学日本期间，鲁迅曾结识许多革命派人物，如徐锡麟、秋瑾等人，但这二人在革命的过程中被封建统治者杀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满清政权，名义上取缔了封建帝制，但袁世凯后来称帝建立中华帝国后，封建帝权换汤不换药，没有实质的改变，以致使革命志士白白牺牲，中国麻木愚昧的老百姓依然安分地扮演着封建思想的奴隶。这一切都使鲁迅深感唤起民众的重要性。为了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寻找治疗中国旧社会病根的药方，鲁迅在1919年写下这篇著名的短篇小说《药》，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篇文章主要围绕人血馒头展开，主要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华老栓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华小栓治病，依靠康大叔的关系买到了人血馒头，而华老栓一家不知道，或者也根本不关心的是，馒头上的血来自于清末民初的革命者夏禹。这篇文章最大的亮点，也许是它特殊的写作结构。药采取了双线结构的叙述策略。所谓的双线结构，就是故事被拆分成明暗两线同时进行，达到一种叙述上的互补效果。华老栓为儿子买治病的人血馒头为叙述的主轴，也就是明线，而夏禹革命被捕杀头为辅助的暗线，而将明暗两线两层悲剧连接起来的线索就是人血馒头。更独具匠心的是，明线的发展是以时间正向推移为顺序的，而暗线则是采取倒叙的手法，两条线的时间向度是相反的。所以也许可以这样看，华家和夏家的故事从一开始是两个分别的点，但不断的朝中间的位置移动，直到完全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包含着双重悲剧的完整的故事。文章的第一层悲剧是以夏禹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白白死亡，革命无疾而终，而文章的第二层悲剧便是华老栓的儿子华小栓最终因为人血馒头无效，年纪轻轻就死去。这两层悲剧互为因果，造成两层悲剧相互作用的艺术效果。关于这一点，鲁迅曾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个私人的福利。一方面，国民的愚昧、麻木、迷信，造成革命无法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支持，因而夏禹牺牲，革命失败。而另一方面，革命的失败，革命者白白牺牲，使国民性格中的缺陷非但没有诊治，还继续深化，以致中国无法从悲剧之中解脱出来。华老栓和夏禹两个中心人物，华夏两家体现的其实是华夏大地及中华民族的悲剧。哇，真的是发了疯了！再回想看影片开头所讲的关于铁屋子的文字，不难看出鲁迅对于革命和救赎的感受是十分矛盾的。在深沉的绝望之中，似乎又有执着坚定的希望，这样的感情贯彻在《呐喊》这本小说集里，也体现在《药》这篇文章中。虽然《药》整篇文章的氛围以压抑贯穿始终，但结尾处的一个细节为文章增添了一抹希望的亮色。在夏禹的坟头上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这说明仍有人在祭奠夏禹。封建势力也许可以杀死革命志士的肉体，却杀不死革命的精神。也许这种生生不息、星火燎原的信念，才是拯救一个濒死国家最好的良药。
谢谢你们收看本期小明的右脑。如果有任何想法、建议、疑问，都可以填写在下面的留言区里。尤其是如果你不同意小明的某些观点，这里欢迎掐架，因为文学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小明的右脑希望营造开放、自由的讨论空间，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讨论、掐架和学习中每天喜欢文学多一点。我们下期再见。